我倒觉得他不像是在演戏。你明明就是被骗，还说他不是在演戏。也许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。也许你就像咖啡店那些老男人，被他洗脑，被他征服，被他迷惑了。你太小看我了。你太低估这个女人了。她现在用的这招叫情绪勒索，她将内心的不满都发泄出来，最主要是要让我们感到内疚、自责，从而打消对付她的念头。哇，看来我所有的计划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看来她根本不是专业水平，简直是大师级、殿堂级、魔鬼级。既然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，那我看算了吧。大众，所有伟大的运动员都需要有个强大的对手，把自己推向另外一个高峰。就好像 Magic Johnson 需要 Larry Bird， 林丹需要李宗伟，梅西他需……你持有的时间到了。No， 难得遇到这么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，看来这次我得好好享受对决。那，敢问大师，您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？既然不能正面攻击，那只有旁敲侧击。25500天，走得我疯疯癫癫。这场战役好多年，输赢早就放在一边。人生不来细之言，不要说我很可怜。再撒有那绕几千，我依然要风度翩翩。创业人生，男人的模样，遍体鳞伤抵不过心中的微光。末日前夕，我说了算，都倒数了，疯狂才是正常。轰轰烈烈打一场，生命中最后的灿烂。谢谢你陪我一趟，一起来见证我的光。该走的路我已走完，没后悔没遗憾。来，熊哥啊，我听说你跟冰冰之间有一段错综复杂的精彩故事。哎，小弟，我今天就当你的听众，乖乖坐在这里听你讲故事。哎，想听故事，一瓶够吗？没问题，小妹来3瓶。上次你说冰冰这个女人不简单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自己开，我很忙啊。你看这个女人，以前跟我借钱的时候又风骚又撒娇，现在在我身上拿不到什么好处，跟我翻脸不认人，跟她叫酒还给我个臭脸。她跟你借钱，借多少？1000。她为什么要跟你借钱？来装修啦。装修？装修自己啊，打针，整这里，垫那里，不然她那么老了，还有这种姿色。这个女人啊，很厉害装修的，不然的话，她怎么骗那么多男孩子的钱？那她跟你借的钱还了没有啊？这点小钱，不放在心上。想听个秘密吗？啊，什么秘密？想听秘密，倒酒啊！哦，是。哇，你花了将近200块钱才打听到这么一个消息啊！可是我这个消息价值可是1000块哦。你只知道冰冰向他借了1000块钱，
但是你并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手段借的，有没有还给人家，还有没有欺骗人家的感情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没有问出来。是，我是没有问出来，但是我却知道这个祖屋区的很多秘密。原来有很多所谓的良家妇女，比冰冰还有更加水性杨花。这些我都不想知道。哎，看来我是不能指望你了。哎，要对付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我们现在得改变计划啊！你还有什么计划？哇，你看冰冰这样的打扮，哇，我喜欢，很清秀。咦，怎么没画面呢？谢谢。阿宝，刚才我钱包掉了，他帮我拾起来。我看他的样子蛮好的啊。阿宝阵亡，阿龙上。苏大，我上来。哎，等等，哎呀，喂，出招了！哦，你看，慢慢来，轻而易举，把一个80多岁的老婆逗得心花怒放。哎呀，昂哥，你快中招了！好，没事。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可以了。看来是狗咬宋冰冰，不是好人心。哇，连人家姓宋都知道啊！完了，barbecue 了，我被发现了。阿龙阵亡，阿牛上。小曼，这是你的小费。谢谢老板。哇，你的手真滑，哇，腰也是很细嘞。大哥，哎，走开啦！来，倒酒。大哥，哎呀，你的手很贱啊！你应该改名叫手贱啊，因为你的手真的是很贱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女人呢，飞呀！哇，这才叫做伸张正义。哎呀，大家 happy 嘛，有什么关系？ Happy 啊，好啊，跟你一起 happy 啊！来多喝。来，开多半打，哎，哇，帮你倒来，来倒。哇，你又不喝。拿我的杯来，啊，喝完，干了。哇，还报警哎，真的很犀利。这才叫做长幼除魔，替天行道。喏，就是这3个男人。哇 ，over baby，over。来。
记住啊，以后这种任务别再找我。你都没有证据，还诬赖人家是骗子。就是没有证据，才要你们跟踪找证据啊！她看起来就是女中豪杰，怎么像是一个会骗老人家钱的女人呢？对呀，哎，我真的很失望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是，你最聪明，不会给人家骗。对了，我们都很笨，也都很忙，没时间陪你玩了。哎，我们走了。看来我要出大招了。喂，阿虎，众人皆醉，唯我俩独醒。我已经有新的点子了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这几天我有拍戏，我想暂时退出少平计划。等我忙完了，我再通知你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这个。我每天一大早我就要起来做早餐给伊藤、给国义，然后我要去洗厕所，帮伊藤收玩具，接着我要去超市买日常用品，然后到了傍晚呢，我更忙，我要去准备晚餐。不是国义打包回来的吗？是国义打包回来的，可是我还是要准备碗盘啊。他们吃完了之后，我还是要洗这些碗盘，然后我要洗餐具，我还要抹桌子，我真的很累，完全没有人帮我，姐。晚上我更惨，我要陪伊藤做功课，我还要去哄他睡觉，他睡了之后我还不能够休息哦，我还要去洗衣服啦，我要去折衣服，我要去烫衣服，我完全没有 me time， 姐。你之前不是请过帮佣吗？再请一个不就行了？我之前有帮佣的时候，我不用做家务，我可以陪先生，我可以陪伊藤。我们那个时候啊，spend 的是 quality time。现在我真的很希望我有帮佣。那我除了可以陪伊藤，可以陪老公以外，我还可以陪他去聊天啊，我可以陪他逛街，陪他散步啊，你说对不对？那还等什么？可以请一个啊。不是我不要请，是我们现在家里真的开销很大，我什么东西都要还，而且东西也越来越贵。姐，你知道吗？伊藤现在补习中文1个月要500块，他还要学钢琴、学跆拳道，还要学游泳哎。那请帮佣的钱我来出吧。这样不好吧，姐？爸现在和你们一起住，我出点钱是应该的。可是姐，你还有房租要付哎，你 OK 吗？我 OK， 你不用担心。这样啊，那我回去跟国义商量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。爷爷，为什么你的东西在这里？哎，爸，你回来啦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爸，我请了一个帮佣啊，他马上就要过来了，我等你们又等不到，我就想说先帮你把东西拿出来放在这里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他住我房间，我睡客厅了。他的合约上有注明，我们必须给他一个像样的房间。对不起，爸，我应该要早点跟你商量的，可是我真的，哎呀，最近真的是忙到头昏脑胀，我就忘了这件事情啊。妈咪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像以前一样，又有一个哥哥了啊！对，耶，太好了！你很开心哦。对啊，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哥哥会帮我拿书包。你现在的书包不是爷爷帮你拿的吗？对咯，以后有哥哥的帮忙，爷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伊人真懂事啊！可是爷爷，你睡客厅会不会不舒服？要不要来我的房间睡？没问题，爷爷以前当兵睡过树林山洞，跟肮脏的泥土都睡过。这沙发应该很舒服，爷爷会睡得很甜的。OK， 如果你睡到腰酸背痛，你就进来我的房间睡，我帮你捶背按摩 OK？OK， 哎，伊人真的是爷爷的乖孙啊！爸，我帮你铺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你放在那边，我自己来。我的东西我懂，哎，你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啊！哦，你去洗澡，做功课。那我陪伊藤做功课啊。
怎么样？去哪里？去你们上次吃的冰酥，那个好吃，好吃吗？可以啊。我上次没有去到。悠悠，你爸来了，我们先走。哎，你们不要走，我很快的，我跟悠悠说2句就走了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爸爸真的很想融入你朋友圈，可是却让他们不开心。不过你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，你说的没错，爸爸真的是 don't blame him well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下一次你有约会，还是跟朋友出去，爸爸都不会去打扰你了。送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你开来看吧。哇，是蓝喵喵！这个是绝版哎！哇，好可爱！谢谢爸爸。好了，你们去玩吧，拜拜。拜拜，哥，拜拜，哥。注意安全哦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不要伤动他啦！爸爸一定会努力去融入你的生活的。哎呀，老婆，我来，你行吗？行，你教我了，来，好，那我就慢慢教你啊。好，你不要把我厨房给烧掉哦。不会的，你就坐在这里教我。好。啊，先煮什么？先煮汤，先煮汤。哦汤需要时间，先加水加一半了。我看已经加了一点了，你加一半啊，够了，一半够了啊，够了，看得了。猪骨啦，莲藕啦，啊，好 ，OK， 开火。哎呀，你没有开电，你开电嘛，你没开电。哪一个？黑色的呀，不是这个，那个前面的，你前面那个，前面啊，开了，炒饭吧。好。哎，你都还没有开火，还没有放油，哎呦！哦，看有了。谢谢。太多油不好啊，够了。还没投降，却学会慢慢原谅。我看一下。哎呀！把它看它，炒散它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子擦，那些饭变成粥。要用力一点啊！放那个饭啊。会过，人也会走过，这一生谁不曾失落？辛苦了。每次都是你煮我吃，看你煮饭炒菜好像很轻松，自己做才知道不容易啊。你现在还知道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会一步一步的把你教会，至少以后啊，我没能力煮给你吃的时候，我就不用担心你没饭吃了。开动啦！很难吃哦。第一次煮已经不错了，咸了一点，不过还是很好喝。老婆，你在干什么？愁眉苦脸的。你看你皱纹都挤出来了。我的皱纹都是因为你爸呢。爸又怎么啦？你自己看，
他喂小男孩吃花生，结果那个男孩对花生过敏，吃了全身红肿，呼吸困难，现在被送进医院了。哎呀，这小男孩现在怎么了？没事，不过我们有事，他妈妈要我们赔偿医药费。没办法喽，赔就赔喽。赔就赔，哎，今天是医药费，如果真的闹出人命的话怎么办？哎呀，没有这么严重啦，爸也不知道那个小男孩对花生过敏吗？我可不可以麻烦你？你就跟爸说，不要每次给我们添这种麻烦。哎呀，你爸想的吗？他一直往楼下跑，是因为他在家很无聊吗？哦，你现在是在说我没有花时间陪他了是吗？嗯，他是你爸，你每天忙自己的事情，你有在理他吗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再看，陌生人进来，他连问都没有问就开门给人家，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是什么体感？还有，没有穿泳裤呢，就跳进泳池游泳，哇！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干崩啊！你知道吗？他这样做，我真的是压力很大。我现在去外面看到邻居，我都要躲起来了。爸，我帮那个人开门是因为他忘了带门卡，我认得出他是这里的住户。我没穿泳衣就跳入游泳池，是因为有人的助听器掉下去，我下去帮他们拿。我出一个门，你们的压力这么大。好，明天开始我24小时都待在家里，你们满意了吧？爸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什么又不是我讲他，人家讲他哎，奇怪耶。哇，学会玩社交媒体就开始沉迷了啊！我在扫描悠悠那班朋友的账户，我想要了解他们私生活。你在偷看人家的隐私啊？什么偷看？这些是公开的照片，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看。你呀，管你的女儿还不够，现在连她同学你都要管。不是，悠悠每天跟这班人出去，我当然要知道他们的私生活。万一悠悠被他们教坏，那怎么办？哼！哎，你看，穿成这个样子啊，还学人家喝酒，哎，像话吗？你在你女儿的账号呢是看不到这些照片的，也就是说，她不想让你看到她私底下的这个样子，你就尊重一下她的隐私嘛，来。哎，我是他爸，我要多了解我女儿，有错吗？如果悠悠知道你是通过他同学的账号来监视他，他会很生气的。你放心，我现在聪明了，只要悠悠不想让我知道，不要我做的，我都不会去做，我尊重他的决定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要知道的，我非做不可的，我会去做，只是偷偷的做。哇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尊重他的决定，但是又会暗地里去违背他的意愿，啊？然后你尊重他的隐私，但是又会暗地里去监视他的一切。你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吗？总之，表面上我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，但是私底下我会近距离保护他的安全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干嘛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吗？因为你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，危险。哎，你干嘛？雷，你怎么远一点啊！都这么多年了，还距离？你干什么了？哎，爸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我放在这个桌上的白金200块，我要去别人葬礼给别人的。你的钱不见，竟然翻我的东西！爸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你怀疑我可以不激动吗？那个新人的帮佣啊！你不怀疑，你竟然怀疑我！我没有怀疑你，我就只是随便翻一下啊。他偷的东西还可以藏在房间，我睡在客厅一目了然。我偷的东西我藏哪里啊？嫌我说的难听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是事实，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我连一间房间都没有。还有啊，那天你跟朋友来打麻将，我还要看你脸色，躲到阳台去。如果那天我一时看不开的话，我早就跳下去了。
讨厌我是不是？我走。这个叫我留下来没意思了啊！爸，你干嘛啊？你干嘛？走啊，干嘛？哎，走快走快！爸，你当我没有说过那200块的事情好不好？对不起，爸。买屋子都花了我200万，我会在乎你那200块啊？爸，200万已经买不到这种房子了，其他的是我跟国义的存款还有贷款。我记错了行不行？连这个也要跟我算？爸，我。记得回来吃晚餐，我们等你。对不起，忘记告诉你，我还在图书馆和同学做 project， 不回去吃了。哦，那没关系，你忙你的，我们留汤给你。谢谢爸爸，多留点给我哦。你干嘛骗他？如果我跟他说我在跟你们喝酒的话，他会马上赶过来的。你希望一个昂哥加入我们，一整个晚上陪我们聊天喝酒嘛？走，我们回去。走，小心点啦。开心。你们不用送我回去了，你们安全到家，我自己叫车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到家传简讯给我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悠悠，爸爸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先上车吧。你为什么骗我？我没有骗你啊，我们刚刚真的有去图书馆做 project。等图书馆关门了，我们才去喝点东西，聊聊天。你穿成这样，你去图书馆？你刚才7点就跑去喝酒了，你根本没有去图书馆。你怎么知道？是西西跟你说的吗？我一直在留意他的 life story， 我发现你们一整晚都在跳舞，都在喝酒。哎，你很过分嘞！停车！我说停车，我要下车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是担心你，我才追踪你的。悠悠，外面有很多坏人，我是害怕你出事啊。是，我是有被坏男人骗过，可是爸爸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，我已经学乖了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。你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呢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外面的那些坏男人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一直待在家里，永远都不要出门吗？想得美！我知道你爱我，可是我真的需要一点自由。如果你爱我的方式就是拿走我的自由，这样子的爱我不需要。全世界都被你迷惑，连我最好的兄弟都帮你说话。看来只有我老鹰亲自出马，才能收服你这只妖孽。哎，老板来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
壮士一去兮不复返，让我将你这座冰山劈开。干什么？不要冲动，你要去打仗啊！放开手，不要你管。一个坐轮椅的老安哥，你能对他怎么样？松手啊！别废话！喂，你放手！喂！嘿，不，你在干什么？被皮局打。OK。喂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你要看这边，看这边。你看啦，就这么多，怎么喝？哼，都跟你说了，就此打住，放手吧。同乐会的姐妹每天都在问我扫兵计划进行的怎么样，她们是无时无刻希望我能够伸张正义。你说怎么收手啊？切，你很固执哎！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不理你了，让你自生自灭。喂，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跟我这样说话啊！我不是为了她，这个女人跟……哇，真没想到你们这2位好兄弟，竟然为了我一个女人而闹得很不愉快啊！没有啊！来，我可以坐下来慢慢跟你们聊天吗？你们不是要打听我的事吗？好，我今天呢就慢慢跟你们分享我的人生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哎，先干了吧！谢谢，来。我18岁的时候呢就怀孕了，那个男人跑了，我把女儿生下来自己养。那在我22岁的时候呢，我就遇上了第2个男人。当时候我带着女儿，哇，还是有很多男人追我的，可是呢，我就是跟定他了。结果怎么知道，原来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人，把我的钱全部给花光了。当时候我真的是很想死，可是结果呢，是他先死，而且还是给人家砍死的。来，喝吧。谢谢。我30岁的时候呢，还是有很多男人追的，可是我知道，他们想睡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放弃爱情，我只是想要专注的赚钱养活我自己。可是结果怎么知道，在我38岁的时候呢，我的20岁的女儿竟然怀孕了。哎，我一点都没有生她的气啊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资格生她的气。我反而更开心啊，因为我不到40岁的时候就做阿嬷了，我妈妈更厉害，不到62岁了就已经做阿祖了。就这样，我妈妈、我女儿呢，一起带到我的孙女咯。日子虽然是有一点辛苦，不过还过得挺幸福的。来，喝吧。在我40岁的时候呢，老天爷让我遇上了我以为是我的真命天子。我观察了他很久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好人。那个时候，他真的是很爱我，他也是很爱我的女儿，对我的孙女呢，更加是疼爱有加。就这样呢，我们就注册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拿出我所有的积蓄，和他一起做生意。刚开始，我们赚了挺多钱的。可是后来突然间，他跑了。我不但积蓄没有了，我还发现他去跟大耳窿借钱。大耳窿找不到他，那自然是找我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钱还。那个大耳窿就威胁我说，要对付我妈妈，对付我，对付我的女儿，还要对付我的孙女。我每天提心吊胆，我真的是很害怕我家里的人会出事。我很怕这些阿龙突然间会来讨债。我唯一能够做的呢，就是很努力的工作去清债。我没有钱的时候呢，就到处去跟人家借。
我甚至跟这个大龙借钱去还给其他大龙，我感觉我好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一直走不出这条路。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呢？哎，就是他！干嘛？阿龙，阿龙，啊！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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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了。龙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为什么没有通知我？你们刚才去了哪里啊？我带妈去看护中心看看。去看护中心？看什么？是我要他带我去看看那边的环境。看环境啊？你想搬去看护中心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久没有回来，一回来就带你妈去找看护中心了。你什么你妈要住看护中心，你竟然没有反对，你怎么当儿子的？爸，你先听我解释。你不要跟我解释，我没有你这种不孝子。好了好了，够了，不要骂他了，不关他的事。你要骂就骂我好了。老婆啊，我不会骂你的，我是反对你去住看护中心。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有家你不住，为什么要去住看护中心呢？我明明可以好好照顾你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照顾？我哪里做的不好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总之，荣康已经帮我办好手续，过几天我就搬过去住。爸，你在这里。爸，我觉得你不是很了解妈的心情。胡说！这世界上最了解你妈的人就是我。那你知不知道妈为什么宁愿住在看护中心，也不让你照顾她？我一直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可以跟另一半一起慢慢老去，一起退休，一起享乐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以后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，所以，与其让两个人不开心，不如就让我一个人不开心好了。你一个人不开心，我怎么会开心呢？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。如果生病的人是我，你一定会陪在我身边，全心全力的照顾我。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。从结婚到现在，他都是那个被照顾的。可能你会觉得我的思想传统，但是我觉得身为妻子照顾老公是天经地义的。如果有一天需要他来照顾我，我真的不能接受啊！要不然，请一个看护来家里照顾你。家里多了一个陌生人，很不方便的。再说，让他每天看着别人在照顾我，你爸会很不自在。如果不能共患难，当初为什么要结成夫妻啊？我不希望在他剩余的日子里，还要每日每夜辛苦的照顾我，这对他很不公平。
老夫老妻了，还说什么公不公平？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是没有我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能够学会照顾自己，我就安心了。我照顾自己，谁来照顾你？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让我来照顾你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我知道你想照顾我，但是今天我想自己出来走走。我当然记得我们是夫妻啊，不过你也不用寸步不离的陪着我啊，偶尔你也可以去忙你的事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按时吃药，今晚早点回去。Love you。我想，我能够理解你太太的心情。我记得我刚得病的时候，我就想躲起来，一个人静悄悄的等死。我不想麻烦别人，也不想被人看到。那我要怎么劝他？给他点时间，让他慢慢接受吧。难道让他去住看护中心，不管他？你觉得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尊重病人的要求，还是反对？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反对他，不应该让他伤心难过。大哥，你相信我，人总是要在经过了重大事之后，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，还有处事的态度。谢谢你提醒我啊，年轻人，我要多多向你学习。不要这么说，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，可惜人生太短。我累了，大哥，你保重。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所谓活到老，学到老。爸，很多时候，我们学的不是新技能或知识，而是重新学习怎么当父亲。怎么当老公？想爬进洞从前的荒凉，风从旧窗缝里吹进来，翻开压在抽屉的愿望。那时候我们说的远方，还有只是地图上怎么做人。你打女人了你！你点要是你不再还钱话，我们就要打人了。走开！我们不打女人啊！对，我们不打女人，我们只打欠钱不还的女人。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过来！住手！要打跟我打。我哥。我不打男人，我只打欺负女人的男人。约好的时间，回到老地方。
起这些年，把回忆填满我的生命里，没有太多运气，但我有你，我心就足矣。走长长的路，难免会迷惘。你陪着我，我感觉心安。旧的街景已不在，但我对你的爱不离开，不更改，不管多久誓言还。